第1章，我穿越到小说世界3天，发现原身是个负债累累的螺蛳粉摊主，正在为生计发愁时，注意到一个瘦弱的初中生在我的摊位前徘徊。谢池卫犹豫地询问能否用4块钱买一碗螺蛳粉。我认出他是书中未来会黑化的反派大佬，我不仅给了他加量的粉，还附赠了卤蛋。看着他小心翼翼吃粉的样子，决定改变他的命运。我穿越的第3天，终于接受了自己穿进了一本商战小说，并且成了个负债20万的螺蛳粉摊主这个事实。阿姨能炒4块钱的粉吗？一道怯生生的声音把我从哀叹中拉回现实。抬头看见一个瘦得像竹竿似的少年站在我的小吃车前，校服洗得发白，手里攥着几张皱巴巴的纸币。我眨了眨眼，突然倒吸一口凉气。这不是书中那个后期黑化成变态反派的谢池卫吗？原著里形容他眼神阴鸷如毒蛇，可现在站在我面前的明明是个营养不良的小可怜，刘海长得快遮住眼睛，嘴唇因为紧张抿成一条直线。5块的粉，我只有4块，他见我没反应，耳朵尖都红了，声音越来越小。不行的话，行怎么不行？我猛地一拍案板，吓得他一哆嗦。4块就4块，阿姨给你加个卤蛋。谢池卫愣住了，黑框眼镜后的眼睛瞪得圆圆的，像只受惊的小鹿。这特么是未来那个把商界搞得腥风血雨的大魔王？我一边炒粉一边偷瞄他，内心疯狂 OS： 作者你骗鬼呢？坐那儿等着。我指了指旁边塑料凳，顺手往锅里多下了2两粉。当我把堆成小山的螺蛳粉端到他面前时，谢池卫的手指搅在一起。阿姨，这太多了，今天开业酬宾，买4块送卤蛋还加量。我面不改色的胡说八道，快吃凉了就不香了。他拿起筷子时手都在抖，第1口粉进嘴，眼睛突然亮得像星星。我鼻子一酸，书里写过，谢池卫小时候经常挨饿，他妈在婚后基本不管他。好吃吗？我问。他点头如捣蒜，吃的头都不抬。我注意到他手腕上有淤青，校服裤脚还破了个洞。初中部的我装作随口问道。初1、3班，他声音闷在粉碗里。原著说谢池卫初中时被校园霸凌得很惨，看来是真的。我正想着，他突然被辣椒呛到，咳得满脸通红。我赶紧递上纸巾和豆浆，慢点吃，又没人跟你抢。他接过豆浆时不小心碰到我的手指，像触电似的缩回去，小声道谢。这哪是反派啊，分明是只流浪小猫。天色渐暗，学生们都回家了。我收摊时总觉得有人跟着，一回头看见谢池卫躲在电线杆后面。怎么还不回家？我问。他低着头不说话。这时巷子里走出几个吊儿郎当的高中生。哟，小哑巴还没走啊？今天保护费交了吗？谢池卫瞬间绷直了背。我顿时火冒3丈，感情欺负我崽的就是你们几个小兔崽子，干什么呢？我抄起汤勺就冲过去。几个大小伙子欺负初中生，要不要脸？为首的黄毛愣了一下，关你屁事，他是我们学校的。我是他妈！我脱口而出，汤勺差点戳到黄毛鼻子上。再让我看见你们欺负他，信不信我天天在校门口用螺蛳粉汤浇你们脑袋？可能是我挥舞汤勺的样子太凶神恶煞，几个混混骂骂咧咧的走了。转身看见谢池卫呆呆地望着我，眼眶发红。啊，阿姨，叫姐。我没好气的纠正，我才24好吗？他嘴角抽了抽，居然笑了。这是我第1次见他笑，像阴天里突然漏下一缕阳光。走吧，送你回家。我推着小车说。谢池卫摇摇头，不用了。我自己肚子突然传来一阵咕噜声，他尴尬的想找地缝钻。我叹了口气，没吃饱。他诚实地点点头，又急忙摇头。我明天再来吃。看着这个未来会搅动商界风云的反派大佬，现在却为了一碗螺蛳粉小心翼翼的样子。我鬼使神差地说，要不你以后放学来帮我收摊，我管晚饭。谢池卫的眼睛一下子亮了，又迅速暗淡下去。我没钱。谁要你钱了？我揉揉他乱糟糟的头发，他居然没躲。
以公换饭，懂不懂？他眨了眨眼，突然朝我鞠了一躬，谢谢姐姐。回家的路上，谢池卫主动帮我推车，瘦小的身子几乎要趴在车把上。我望着他认真的侧脸，心想，去特么的原著剧情，这载我养定了。2. 自从收留谢池卫当临时工后，我的螺蛳粉摊出现了诡异的变化。姐姐，我把调料台擦了3遍。谢池卫像只等待投喂的小狗一样，眼巴巴地看着我，筷子也按长短排好了。我憋着笑地给他一碗加满配料的粉，新配方尝尝咸淡。这已经是本周第5次新配方试吃了。每次我这么说，谢池卫都会眼睛一亮，然后假装严肃地点头。吃的一粒花生米都不剩，太淡了，他小脸皱成一团，得再试一碗才能确定。我敲了下他脑袋，得寸进尺啊你。他捂着额头笑，刘海跟着一抖一抖。自从那天我赶跑那几个混混后，谢池卫就像条小尾巴似的跟着我，每天放学准时出现在摊位上，帮忙擦桌子、收碗筷，动作麻利的根本不像个13岁的孩子。你爸妈不管你吃饭啊？某天收摊时，我假装随口问道。谢池卫整理塑料袋的手顿了一下。我妈再婚了，新爸爸说我吃太多，我手里的汤勺差点捏断。原著里提过谢池卫童年不幸，但亲眼看见这孩子说我吃太多，时下意识缩脖子的样子，我的血压直接飙到180。放屁，我脱口而出，你瘦得跟豆芽菜似的，他们是不是瞎？谢池卫被我的反应吓了一跳，随即嘴角微微上扬，姐姐，你骂人好凶。这叫正义的愤怒。我揉乱他的头发，以后饿了就来这儿管够。他低头嗯了一声，耳朵尖红红的。我突然想起书里说反派大佬最讨厌别人碰他头发，看来剧情还没发展到那一步。第2天我特意多准备了半斤米粉。中午谢池卫来的时候，身后跟着几个同学。这就是你说的超级好吃的螺蛳粉。一个戴眼镜的男生怀疑地看着我的小吃车。谢池卫挺起胸膛，我姐姐做的粉是全城最好吃的。他喊姐姐时尾音上扬，莫名让我想起炫耀家长的小学生。我憋着笑给他们每人多加了块腐竹。魏哥没骗人，几个男生吃得满头大汗，太好吃了。谢池卫嘴角翘得老高，那得意劲儿仿佛粉是他煮的。等同学走后，他神秘兮兮地凑过来，姐姐，我发现东门那边没有卖螺蛳粉的，所以我们可以去那儿摆摊。他眼睛亮晶晶的。我画了地图，上午在这儿，中午去东门，下午再去医院门口，绝对赚翻。我震惊地看着他手绘的路线图，这特么是商业天才啊。原著里谢池卫确实以眼光毒辣著称，但亲眼见到13岁的他分析市场供需，还是让我差点跪了。就这么定了，我一拍桌子，利润分你1成。谢池卫摇头，不用钱，管饭就行。不行，必须分我。捏住他的脸，小小年纪就这么会做生意，长大了还得了。他笑得眼睛弯成月牙。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养成的快乐，这哪是反派大佬，分明是我的招财猫。好景不长，周五下午我们正在东门摆摊，突然听到一声吼，城管来了。整条街的小贩瞬间进入战斗状态，我手忙脚乱地收摊，谢池卫却异常冷静。姐姐推车先走，我拿调料和钱箱。不行，太危险了。我跑得快，他已经把最值钱的东西塞进书包。老地方见。我推着车狂奔3条街，心脏快跳出喉咙。拐进小巷时，看见谢池卫靠墙站着，书包抱在胸前，额头全是汗。没少东西吧？我气喘吁吁地问。他摇摇头，突然从怀里掏出一个保温瓶，汤没洒，我护着呢。我鼻子一酸，这傻孩子，逃命还惦记着那锅老汤。后来才知道，那汤是我开业时熬的第1锅，他偷偷当成宝贝。以后别这样了，我揉着他跑乱的头发。东西丢了就丢了，你安全最重要。谢池卫眨眨眼，突然说，姐姐，你身上有葱花。哪儿？头发上。他伸手帮我摘掉，动作轻得像在拆炸弹。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，
这个未来会让商界闻风丧胆的反派大佬，现在只是个渴望温柔的孩子。周末我带谢池卫去批发市场进货，他像个小大人似的跟老板砍价，便宜点吗？我们长期要货的。老板被他逗乐了，小朋友多大了？这么会做生意？14了，谢池卫挺直腰板，实际才13岁半。我姐姐的粉店以后要开连锁的。我在旁边憋笑，憋出内伤。回去的路上，他突然拽住我衣角，姐姐，那个阿姨一直瞪我。顺着她的目光看去，是住我隔壁的赵大妈。老太太气势汹汹地冲过来，小苏啊，你可长点心吧？这小孩昨天在楼下鬼鬼祟祟的，今天又买这么多东西指不定。他是我侄子，我把谢池卫护在身后，帮我干活呢。赵大妈一脸不信，现在小偷都可会装可怜了。我前天晾的腊肉，不是我拿的。谢池卫突然喊出声，眼睛红得像兔子。我昨天是在捡姐姐掉的钱。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枚5毛硬币，上面还粘着辣椒油。我想起来昨天确实丢了零钱袋，所以他是在帮我找散落的硬币。赵大妈讪讪地走了，谢池卫肩膀还在发抖。我蹲下来与他平视，为什么不早说？说了你也不会信。他声音越来越小，他们都觉得我是什么？我捧住他的脸，听着我信你，腊肉丢了关我们屁事，但你要是受委屈了，我第一个不答应。谢池卫眼睛瞪得大大的，突然扑进我怀里，我感觉到胸口一片湿热，这孩子哭了。晚上收拾东西时，我发现谢池卫的书包破了个洞，针线盒旁多了张纸条，姐姐，我会缝，别熬夜帮我补。喂，字迹工整的像打印出来的。我笑着笑着，眼眶就湿了。原著里说谢池卫有强迫症，原来从小就这样啊。第二天谢池卫来吃早饭时，我递给他一个新书包，员工福利。他摸着书包上的小狗图案，表情像是收到了什么奢侈品，太贵了。不贵，批发市场砍价买的。我学着他昨天的语气，便宜点吗？我们长期要货的。谢池卫扑哧笑了，露出2颗小虎牙，阳光照在他身上，校服上的破洞已经被缝得整整齐齐，用的是我针线盒里最丑的粉色线。那一刻我突然想去他的原著剧情，我的螺蛳粉摊养得起这个未来大佬。3. 学校放寒假的第1天，下着瓢泼大雨，我在医院门口摆完摊，推着车往回走时已经晚上9点多。雨幕中，校门口蜷缩着一个小小的身影，没打伞，校服湿漉漉地贴在身上。谢池卫，我差点把小吃车推翻。你在这儿干嘛？他抬起头，刘海滴水，眼镜片上全是水珠。我二话不说，把雨衣裹在他身上，先回家再说。一路上，谢池卫像只落汤鸡似的发抖，却坚持要帮我推车。进了出租屋，我扔给他干毛巾和一套我的睡衣，去浴室擦干衣服，先凑合穿。等他出来时，我的睡衣穿在他身上像条长裙，裤脚挽了3圈还拖地。我憋着笑给他吹头发，他乖乖低头，后颈的骨头突出的让人心疼。说吧，怎么回事？我递给他一杯热牛奶。谢池卫双手捧着杯子，声音细如蚊呐，家里断粮了。什么叫断粮了？我音量拔高8度。他缩了缩脖子，我妈和叔叔去旅游了，留的钱用完了。我手里的抹布差点撕成2半。这什么父母啊，把初中生独自扔家里还不给够钱。几天没吃饭了，我转身开火。3天见我瞪眼，他立刻改口，其实就2顿没吃。我买了馒头，冰箱里的剩饭很快变成了一碗香喷喷的蛋炒饭。谢池卫吃得狼吞虎咽，米粒粘在脸颊上都不知道。慢点，没人跟你抢，我鼻子发酸。以后饿了就直接来找我，听见没？他点点头，突然放下碗筷，姐姐，我可以帮你干活，不要钱，就1碗粉就行。说完他自己先红了脸，像是提了过分要求似的低下头。我这才注意到他手腕上有几道新鲜的划痕。手怎么了？搬东西划的，他急忙把手藏到桌下。我力气很大的，能帮你推车、搬货、算账。
我心脏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攥紧了。这孩子不是在求施舍，是在用劳动换饭吃啊。行啊，我故作轻松，正好寒假生意好，缺人手不过，我竖起一根手指。第一工资照发，第二叫姨妈，别叫姐姐，不然别人以为我雇童工呢。谢池卫眼睛瞪得圆圆的，真的，骗你是小狗。我揉乱他的头发，先去睡觉，明天开始上班。我把床让给他，自己打地铺。半夜醒来，发现谢池卫蜷缩在床沿，只占了很小一块位置，像是怕弄脏我的床单似的。第二天一早，我被厨房的动静惊醒，冲进去看见谢池卫站在小板凳上煎鸡蛋，我的围裙在他身上像披风。我会做饭的，他献宝似的端来一盘焦黑的鸡蛋，以前经常自己做。我尝了一口，咸的能腌咸菜，但在谢池卫期待的目光中，我面不改色的吃完了。不错，下次火小点。他笑得眼睛弯成月牙。就这样我多了个临时工。谢池卫干活认真的吓人，每天比我起得还早，把调料盒码得像军训方阵。有客人时他收钱找零，从不出错。闲下来就帮我整理食材。姨妈腐竹快过期了，姨妈辣椒粉该补货了，姨妈东门小学放学早，我们可以提前去。3天后，我惊觉自己的小摊效率提升了 50%。更神奇的是，谢池卫居然重新设计了我的记账本，用不同颜色标注盈亏。你从哪儿学的？我翻着堪比财务报表的账本，目瞪口呆。图书馆，他不好意思地推眼镜。小本生意经营指南可好看了。我默默在内心给原著作者跪了，这哪是反派大佬，分明是个经商天才啊。1周后的早晨，我发现谢池卫在偷偷往自己包里塞馒头。干嘛呢？我突然出声，他吓得馒头掉地上。我想带去学校。学校不是放假了吗？谢池卫耳朵红了，当午饭。我这才反应过来，他是怕中午吃饭花我的钱，心里又酸又软。我当着他的面往他包里塞了2个卤蛋和10块钱，以后不许藏，光明正大的拿，听见没？他低着头嗯了一声，突然说：姨妈你好像我妈。我正喝着水，差点喷出来，我才24。我是说感觉上他的声音越来越小。我妈从来没给我准备过午饭。空气突然变得沉重，我放下杯子，故作轻松道：那以后我都给你准备，想吃什么写菜单上。谢池卫眼睛亮了起来，我们之间的气氛突然变得像真正的家人。他帮我剥蒜时，会小声哼跑调的歌；我炒菜时，他递盐递醋的样子活像手术助理。晚上我们一起数零钱，讨论第二天摆摊路线时，认真的像在策划军事行动。有天收摊回来，发现房东站在门口。小苏啊，这小孩，他狐疑地看着谢池卫。我远房侄子父母出差来住几天，我面不改色心不跳。谢池卫立刻进入角色，叔叔好，鞠躬角度标准的可以去拍礼仪教材。房东走后，谢池卫小声问：姨妈，我是不是给你添麻烦了？麻烦什么？我弹了下他脑门。你知道你来了之后我多赚了多少钱吗？他眼睛一亮，真的？那当然，我掰着手指头数。自从你开始招呼客人，营业额涨了4成，你设计的摆摊路线省了2小时，还有你发明的学生套餐。谢池卫笑得见牙不见眼。那晚他主动请缨做晚饭，虽然炒青菜变成了炭烧青菜，但我们吃得津津有味。睡前他突然说：姨妈，我以后能一直帮你干活吗？我正给他缝校服扣子，闻言手一抖，扎到手指。你想干多久都行。我是说，他罕见的结巴起来。等开学后，周末和放学。我抬头看他，谢池卫站在灯光下，瘦小的身体裹在我的旧毛衣里，眼神却亮得惊人。那一刻我忽然明白，他想要的不是工作，而是一个可以回来的地方。当然可以，我听见自己说，只要你愿意，这儿永远有你一碗粉。谢池卫突然转身跑去厨房，我去烧洗澡水，但我分明看见他抬手擦眼睛的动作。这孩子连哭都要躲起来啊。那晚我做了个梦，梦见原著里那个音质很厉的谢池卫，
他站在血与火的背景前，冷冷地说：“你改变不了什么。”醒来时发现谢池卫正轻手轻脚地给我盖被子。见我醒了，他慌得差点摔倒。我看你踢被子。我一把搂住他，小鬼，偷看姨妈睡觉。他挣扎着抗议，笑声清脆得像风铃。阳光透过窗帘照进来，将两个依偎的影子拉得很长。那一刻我想，去他的原著剧情，我的螺蛳粉，养定这个崽了。4. 腊月28，我的出租屋里飘着面粉的香味，饺子皮要中间厚边上薄。我示范给谢池卫看，这样包的时候不容易破。他皱着眉头，手指僵硬的像在拆炸弹，捏出来的饺子歪七扭八躺在案板上，像一群伤残士兵。我是不是太笨了？他盯着自己包的第3个开口笑饺子，耳朵尖都红了。哪有我第1次包的时候还不如你呢？我面不改色的撒谎。知道吗？我在最后一个饺子里包了枚硬币，谁吃到明年就有好运。谢池卫眼睛一亮，真驴走的。随即又犹豫起来，那应该给姨妈吃。各凭本事，我弹了下他脑门，赶紧包。一会儿春晚开始了。其实哪有什么春晚，我那台老电视只能收到2个台，还全是雪花。但谢池卫不知道，他兴奋地加快了手上的动作，结果把馅儿挤得到处都是。哎呀，他手忙脚乱地去擦，结果抹了自己一脸面粉，活像只小花猫。我笑得直不起腰，顺手用手机给他拍了张照。谢池卫急得跳脚，删掉。偏不，我把手机举高高，等你结婚那天我要循环播放。他顿时从额头红到脖子根。姨妈，闹够了，我们继续包饺子。谢池卫突然小声问，以前你们家过年都怎么过？我手上动作一顿，总不能说我穿越来的吧，就普通的过啊。吃饺子看春晚，我含糊其辞，赶紧转移话题。你呢？我妈在婚前会给我买新衣服，她低头揉面片，后来就没了。她说的轻描淡写，但我看见她手指在微微发抖。我故作轻松地搂住她肩膀，今年咱们过个大的，明天带你去买新衣服，除夕再炖只鸡。谢池卫眼睛亮得像星星，但马上又暗下来，太花钱了。怕什么？我晃了晃记账本，这个月赚了不少呢。这倒是实话，自从谢池卫帮我重新规划了摆摊路线，收入几乎翻倍。前几天我还清了最大的一笔债务，终于能喘口气了。饺子下锅时，谢池卫扒在灶台边眼巴巴地等，像只等待投喂的小狗。我偷偷把包了硬币的饺子拨到他那边，烫慢点吃。我眼睁睁看他一口吞下半个饺子，差点被烫得跳起来。突然他表情凝固了，缓缓从嘴里吐出一枚5毛硬币。我吃到了。他难以置信地举起硬币，脸上还粘着半个韭菜叶。恭喜发财，我鼓掌。明年你一定走大运。谢池卫捏着那枚硬币，突然红了眼眶。以前都是我妈妈吃到。空气突然安静，我正想着怎么接话，就听他极轻地叫了声妈。我俩同时僵住了。谢池卫慌得差点打翻碗。对不起，我是说姨妈。没事，我赶紧给他夹饺子，多吃点。但那声妈像颗小石子，在我心里激起一圈涟漪。后来洗碗时，我发现那枚5毛硬币被谢池卫洗干净，郑重其事地放在他的铅笔盒里。除夕那天，我真的带他去买了新衣服。谢池卫在商场里手足无措，摸着标签架直拽我衣角，太贵了。我们去批发市场。闭嘴，试试这件。我塞给他一件藏青色棉服，他穿上后整个人焕然一新，连导购员都夸小帅哥穿起来真精神。谢池卫对着镜子转来转去，嘴角控制不住上扬。趁他不注意，我又拿了双运动鞋，他脚上那双已经开胶了。回家路上，谢池卫像捧着易碎品似的抱着购物袋，每隔3秒就要确认东西还在。进了屋，我把鞋盒递给他，新年礼物。他打开盒子时手抖得像筛糠，新鞋掉在地上都没发觉。怎么了？不合适？我弯腰去捡，却被他一把抱住。
谢池卫扑进我怀里，瘦小的身体抖得厉害，我感觉到温热的液体浸透了我的衣襟。他在哭无声地剧烈的哭，一双鞋而已，我轻拍他的背，他摇头，把脸埋得更深，含糊不清地说了句什么，谢谢妈。这次他声音大了些，说完自己先僵住了，像只受惊的兔子似的想逃。我收紧手臂，不客气儿子。谢池卫猛地抬头，眼泪鼻涕呼了一脸，表情像是被幸福砸晕了。我们就这样抱着，直到邻居家的鞭炮声惊醒我们。那晚我们挤在沙发上看满是雪花的春晚，谢池卫穿着新衣服新鞋，连睡觉都舍不得脱。半夜我起来上厕所，发现他蜷缩在沙发上，怀里紧紧抱着那双旧鞋。干嘛呢？我小声问。他迷迷糊糊地说怕新鞋被偷。我哭笑不得，硬是把旧鞋抽出来扔到门口，明天就扔了。谢池卫急得要下床去捡，被我按回被窝。挣扎间他突然说，期中考试我考了年级第一。什么？我声音拔高8度。什么时候的事？怎么不早说？就上周。他在黑暗中小声说，老师说要请家长，你去吗？我鼻子一酸，这孩子憋了1周，就等今晚问呢。去，当然去。我揉乱他的头发，我要告诉全校，谢池卫是我儿子，是侄子。他急忙纠正，说好的姨妈。知道啦知道啦，我憋着笑。快睡吧学霸，年后开学。我真的以姨妈身份去了家长会。谢池卫的班主任是个慈祥的老太太，拉着我的手说，谢池卫变化太大了，上学期还是问题学生，这学期突然开窍了。我望向教室角落的谢池卫，他假装在看书，实则耳朵竖得老高，听到老师夸他时，嘴角偷偷上扬。家长会结束，他小跑过来递给我一瓶水，怎么样？老师说你是天才。我故意大声说，建议跳级呢。谢池卫脸红了，但眼睛亮得惊人。回家的路上，他主动牵了我的手，这可是破天荒头一回。3月份，我们搬进了条件稍好的出租屋，虽然还是简陋，但至少有了独立卫生间。谢池卫把自己的东西，其实就几件衣服和课本，整整齐齐地码在角落，然后兴奋地帮我布置小吃车。姨妈，我设计了新菜单。他献宝似的拿出一张手绘海报，学生套餐可以再加个卤蛋选项。我看着他眉飞色舞的样子，想起原著里那个阴郁冷漠的反派，突然有种不真实感。现在的谢池卫会笑会闹，会因为我夸他而眼睛发亮，会因为多卖了10碗粉而欢呼雀跃。姨妈，他歪头看我，不好吗？好极了，我掐掐他的脸。咱们的螺蛳粉帝国就靠你了 CEO 谢。他咯咯笑起来，那声音像阳光一样洒满我们的小屋。4月份的一天，谢池卫放学回来时脸色苍白，校服脏兮兮的。怎么了？我放下账本，摔了一跤，他眼神躲闪。我撩起他衣服一看，后腰上一大片淤青，这是摔得我声音都变了。谢池卫咬着嘴唇不说话，在我的逼问下，他才吞吞吐吐地说，以前的几个同学他们说我作弊，原来有人质疑他成绩进步太快，今天放学把他堵在厕所里教训了一顿。我气得浑身发抖，抄起汤勺就要去学校找人算账。谢池卫死死抱住我的腰，不要去，他们打你。我也打回去了。他急忙说，你教我的，被欺负了一定要还手。我放下汤勺，突然意识到这个曾经任人欺凌的孩子终于学会保护自己了。做得对。我摸摸他的头，但下次要告诉我懂吗？他点点头，犹豫了一下又说，其实他们主要是嫉妒。嫉妒什么？嫉妒我。他声音小得像蚊子叫。有姨妈给我开家长会，我心脏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撞了一下。这个傻孩子被人打了还在炫耀这个。那天晚上，谢池卫睡着后，我轻手轻脚地给他的淤青上药，他迷迷糊糊地喊了声妈，翻个身又睡着了。我望着窗外的月光，突然想起原著里的情节，谢池卫就是在初中毕业后被家人彻底抛弃，才走上黑化道路的。但现在，
他枕头下压着期末考年级第1的奖状，床头摆着我们春节拍的合照，鞋柜里放着2双轮流穿的运动鞋。我的螺蛳粉好像真的养出了一个不一样的未来。5月的雨来得又急又猛，我正核对当天的账目，突然听到一阵急促的敲门声，力道大的像是要把门板拍碎。拉开门，谢池卫浑身湿透地站在门口，怀里紧紧抱着一个塑料袋，脸色苍白的像纸。怎么了？我赶紧把他拉进屋。没带伞，不知道躲雨吗？他站着不动，雨水顺着发梢滴在地上，很快积成一小滩。我这才注意到他嘴唇在发抖，不是冷的，而是在拼命压抑着什么。他们不要我了，他突然说，声音嘶哑的不像13岁孩子。我妈说供我到初中仁至义尽。塑料袋里是一张纸，已经被雨水泡得模糊，但还能看清断绝关系几个大字。我胸口像是被人狠狠揍了一拳，呼吸都困难起来。谢池卫突然蹲下去，蜷缩成一团，发出小动物般的呜咽。我跪下来抱住他，感觉到他瘦小的身体在剧烈颤抖。没事了，没事了，我轻拍他的背，像安抚受惊的婴儿。有我在呢。他猛地抬头，湿漉漉的眼睛里满是绝望。你会不会也话没说完就咬住嘴唇，血珠渗出来？谢池卫，你给我听好了，我捧住他的脸，强迫他看着我的眼睛。除非你自己想走，否则我绝不会抛弃你。听懂了吗？他眨了眨眼，雨水混着泪水滚下来。我重复了一遍，听懂了吗？他极轻地应了一声，然后整个人瘫软在我怀里。那天晚上我帮他擦干头发，换上干衣服，煮了姜汤，看着他喝下去。谢池卫像个提线木偶一样任我摆布，直到我把他塞进被窝，他才突然抓住我的手腕。我能叫你妈妈吗？就今晚？我鼻子一酸，随时都可以。